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觉得身边的同龄人也都比父母那一辈要显得更年轻一些，可能是因为真的是人们吃的也好了，然后穿的也好了哈，经济上的压力可能并没有父母辈的那么大。再一个，我觉得一个生活的一个乐观精神，对这个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积极作用。那我们先从化妆这方面来讲哈，日常生活中哈，如果你要想显年轻的话，首先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气质和气场，包括你的职业和你的肤质的状况去化妆。打比方来说，就是我自己和我一样，就是皮肤稍微发黄，然后发暗淡，就是皮肤就天生不是白皮的这些人哈，不要去追求白。相比美白呢，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小麦肤色更可以追求一些健康的这种皮肤光泽感。所以在选粉底这个上面哈，一定不是越白越好，而且我觉得越白可能就越显老气，就越显俗气。当然了，如果你是皮肤本身就很细白很嫩的这种女孩哈，那你就根据自己的这个肤色去选粉底就好。除了不能选过白的粉底呢，再一个就是粉底一定不能太厚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吧，比如说你化个大浓妆带个什么大睫毛哈，我觉得都还行，因为年轻人嘛，那个朝气在里面，所以说你化再浓的妆，穿再过分的衣服，其实都不算过分，只要不影响别人、不伤害别人的状况下，我觉得都是无所谓的。什么东西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讲，让自己开心是最主要的。但是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厚重的妆感是会给人增添一定的年纪感的。现在的这种美妆视频，大部分只存在于我们的视频当中，就是如果你真的去按照美妆博主的妆去画的话，那可能有一些人比较适合，但是大部分普通人你去工作出门就真的不太合适，包括一些修容包括一些眼影。那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眼影的颜色不要太过于丰富，不要超过3个颜色，不管你是打底色轮廓色尽量不要超过3种颜色。我自己是比较趋向于生活美感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仅仅是你在视频中看到的，就是我在生活当中，在周围人当中，大家跟你在一起没有这种距离感，知道吗？就会有一种亲和感，这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追求的这种中年人的美感。我建议如果你是过了中年呢，你就不要去种那些特别夸张的那种大睫毛，因为这种夸张的睫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会拉开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亲密感。你看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说不上来那种感觉。所以我可能会看别人说会有这样的色彩，这个我不跟大家隐藏哈，我真是会看别人说会有这种色彩。年轻人，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不评判年轻，我觉得年轻人10几20多岁怎么样奔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中年人，我们在一起坐下来，如果他的睫毛是属于那种特别夸张的，你知道吗？你就很难 focus， 就是很难聚焦在这个话题上。不知道，就是好像很难看得透这个女孩。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他好像是在隐藏什么这个是一种心理活动哈。我们不能通过外表去判断一个人，但是他确实会给别人一定的这种距离感。第5点呢，就是口红一定要精致。这个精致并不是说不能晕在唇边是可以晕在。我说的那个不精致，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在街上看到一些人，大部分是妈妈辈的这样年龄的这种大姐或者是阿姨辈的然后他们涂口红呢是属于点几下抿一抿有的抿开了嘛，抿均匀的还可以，抿不均匀你会觉得整个这个唇形都没有注意到，对吧？所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无论你是说你要把它晕染开，还是说就是把你的这个唇线勾勒出来，我觉得这都是个人的爱好。但是呢，你一定要把它涂开涂匀，尽量的精致，用点心，不要就随便的涂一下。有时候感觉那个嘴就涂的歪七八扭的，这个在街上经常能看到。第6点也是根据这个视频里面，美妆视频里面大家讲的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美妆嘛，所以我也关注很多这种美妆博主我不建议上了中年人，就30岁以后的女生再去尝试手画卧蚕。
我在街上很喜欢去观察别人的脸，亚洲人也好啊，欧美人也好，我喜欢去观察别人化的妆。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女生化的卧蚕，就有一次过马路等红灯，然后旁边站了一个女生，她就化了个卧蚕。可能从正面看，她是属于一个非常有气质，身材也特别好，穿衣打扮也特别好。竟然化卧蚕，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种女孩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厚重妆的，就是那种卡戴珊那种妆的那种女孩。但是我正面看没有注意，但是她站到我侧面的时候，我侧面瞄了一眼，就看到她这个卧蚕是画出来的，就那一个卧蚕就把她整个的这个气质就没有了，知道吗？不仅仅是这种欧美妆系不适合画卧蚕，我觉得任何妆系现实生活中都不适合画卧蚕。跟你讲话呀，或者是靠近你的时候，看到一个就是手画的大卧蚕，我真心觉得不是很合适。下来就是护肤方面，如果到这个年龄哈，皮肤状况差不多已经算是一个稳定的 level 了如果你还在长痘，那第一步就是先祛痘哈。这个祛痘这个呢是一个大话题我之前在小视频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之后有时间呢我专门出一期长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祛痘经验和有用的这些小方法。那第一点，我想跟大家讲，如果你要保持年轻的话，一定要精简护肤。精简护肤，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主要的问题就是皮肤会越来越干燥，因为你的这个活性你表皮新陈代谢会更慢，所以我们最主要做的一个是保湿，一个是加快新陈代谢。那加快新陈代谢呢，最主要呢还是要靠我们身体自身的作用，就是我们身体的自身的这个机器的运转比什么都管用哈。额外的可以再加一些，比如说用一些酸或者其他什么成分帮助我们做一些角质剥落哈。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简单的清洁保湿防晒，不要用太多的成分精简护肤步骤越少越好。我现在的早上一般就是2步洗脸擦面霜，3步洗脸擦面霜擦防晒。晚上的话多加一个精华步骤，但我精华步骤我用的是A 酸类的产品。一旦我选用这个精华步骤用哪一个成分的话，那我会考虑不要太过多的去添加这些所谓的有效成分哈，就是这些东西越少越好，然后不要涂1层、2层、3层，而且精华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我们皮肤的吸收量就是这么大，所以我们到这个年龄，我们需要以维稳为目的，就是不要让皮肤出现太多不好的状况，这样就是帮助我们最好的。第二点，关于这种护肤哈，很能提高你整个这种气质和年轻感的一个小点，可能很多大家都没有提到过。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就一定要在这个视频里跟大家分享，就是去痣。很多人有斑哈，咱们今天先不说斑，因为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而且是目前科学很难解决的话题我们不在这个视频里面具体跟大家讲了。那去痣呢，它也是可以帮我们的脸起到这种净化的作用的。我自己就是一个受益者哈，从小脸上那个小痣就挺多的，从来没有去过。我是在前年的时候才去痣，2年前才去痣。去痣完之后你就会感觉你的整个的脸真的是干净了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就白了很多。那我这些小痣其实有很多是小斑，我除了小的时候明显的这几颗痣，后来就没有怎么长痣了，但是长了很多，因为长痘痘嘛，然后长了很多那种算是小黑色素沉淀所以我当时把这个去掉之后我真心觉得整个的这个皮肤的白净度提高的不止1-2个 level 真的是显得白净了特别的多。如果你和我一样，你有这种小痣小斑我说的斑不是属于那种黄褐斑，就成片的斑，就那小点点斑的话，就常年不掉的这种斑，你可以试试用去痣的方法来达到一个净化你皮肤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接下来一个方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身材管理的。关于身材尤其是生活在北美地区，可能欧洲也一样，其实我们的并没有国内那么卷你比如说我们也会去 gym， 也会时不时在家运动一下呀，跳一下操呀，跳一下帕梅拉呀，对不对？但是好像没有一定要练成一个什么样状态的这种迫切的追求。年轻一代可能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卷了就需要一个身材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是美中年人我们首先的运动的目的是保持健康，因为健康是所有一切年轻化最根本的基石。如果你身体不健康，也就是说真的，我经常在我视频里跟大家讲，就是在健康的面前，美
不值得一提。这个运动我不建议把它当成一个减肥的方式，我希望能把运动当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当成习惯。这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你把它当成减肥的方式，你可能瘦下来之后你就不去运动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生活的习惯，它就会永远陪伴着你，那你的健康也会陪伴着你。那话说回来，如果你想把它当成一个生活的习惯呢，你就不应该太过。什么事情太过了，长期这么过下去啊，长期这么超额的这么做下去，肯定是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所以任何想把它养成习惯的这些事情呢，就要少而优，保持一个长时间，就是你在你的 lifetime之内，你可以每一天适当的做一些运动，来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从而维持我们这个身材啊和我们皮肤和各个状态年轻化。那在这里啊，就不得不提，就是说一定不能太过于追求瘦啊！我相信大部分在海外生活的姐妹们可能已经对这个概念已经完全模糊了，但是每当我回国的时候啊，我身边人都会觉得啊，都在减肥，好像那女孩们一个比一个瘦哈。然后我现在发现在温哥华也能经常看到一些很瘦，就是那种超级瘦的那种女生。我是不建议中年人就是把自己硬要减成80斤、80-90斤那个样子哈，没必要。跟明星不能这么比哈，明星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你看他再有毅力也好啊，你看他再瘦也好啊，你不用心疼他，因为他这个是他赚钱的一个本钱，对吧？是他的一个本金。那咱们不一样，咱们没有必要消耗自己身体、牺牲健康的情况下，硬要把自己饿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你过了中年之后，你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哈，特别瘦的女孩其实并不显年轻，对不对？没错吧？尤其是到40岁之后，你会发现她那个状态是会有一点点那种圆润感。你看她的皮肤啊和整个，比如说胳膊腿儿那个状态是要有一点点饱满感，才能显得年轻。不仅仅是要有肌肉的线条，还有那种你掐它一把，面有一层那种脂肪的那种脂质感的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身材状况，一下是需要有一点那种脂肪撑起来那种感觉，才能显得年轻。包括我们的脸上，所以很多女孩哈一瘦就脱相。关于穿衣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有爱好去做衣服。一旦你做上衣服，你会逛街的时候，你看啥这种都不顺眼。我就自从自己爱做衣服的时候，我就逛街，你会找茬儿，你知道吗？你就看到这个衣服，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样式挺好的。如果这个花，应该怎么样？如果这个颜色应该怎么样？知道吗？爱做衣服的人可能心里面都会有这个想法。那今天呢，也就以我个人的眼光去聊一聊，我认为什么样的穿衣哈，就是会显年轻。首先，我认为啊，不在于品牌，质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到了中年之后，我们要学会用熨斗。这个一个熨斗真的能提升很多衣服的质感。哪怕咱们在北美已经10几20年了啊，早已奔向 Costco 和沃尔玛了哈，你也要把熨斗熨好，熨斗熨好，所有的衣服真的能提升一个质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衣服材质的质感，看见什么好看的毛衣啊，或者看见什么好看的衣服就去买，很少去注重材质。也就这些年，我为什么开始注重材质，并不是说我觉得自己年龄大了需要穿出有质感的衣服，而是我的皮肤没有办法接受。我以前穿的毛衣，我穿了好多年的毛衣，我现在穿我会觉得很扎。就年龄大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的皮肤更容易敏感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抵抗力可能就没有年轻人那么强壮。所以我在衣服的质感上现在也是特别的挑剔。比如说我现在就放弃了所有贴身的这种羊毛制品。那我以前穿羊毛，人家说羊毛很扎，我从来不觉得扎，但是现在只要有一点点羊毛的含量，这种贴身的衣服我都不会再穿了，我也不会再买了。从此之后呢，我就开始对衣服的质感特别的留意，尤其是这种贴身的，一定要透气。夏天呢，我就更追求纯棉亚麻，因为这些纯棉亚麻就是更适合我们日常嘛。然后真丝就是比较亲肤的这样质地。那到秋冬天这种外套呢，我不再去看外表，就是样子去买衣服了，我就更注重这个衣服这个大衣它的材质它整个这个面料的这种质感。虽然说面料的名字我也不是专业的，我也叫不上来，但是
咱们手总会摸出来吧，我们的这个感觉总能感觉到吧。所以我认为哈，如果咱们上中年了之后，不要再去选择不透气呀，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皮肤确实是不好，它也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看上去的一个品质感。第3点，尽量不穿任何的大 logo 所有这种大 logo 放身上的哈，其实在温哥华能看到很多人爱穿 logo 但是我真不觉得好看。比如说 T 恤上印这种大 logo， 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个 T 恤是什么品牌的吗？因为领标在后面，别人看不到，所以我不是很理解这种人的心态哈。大众人印象中的这种中年人应该是有故事的人，对吧？到这个年龄了嘛，咱们中国人讲究的美的含蓄，不能就是太爆发出来了就我想表达出来，我是一个生活过得非常好，经济非常充裕的一个人，所以我把大 logo 穿在身上，就是我自己不太理解哈，所以咱们尽量避免。接下来跟大家讲讲配饰哈，我觉得配饰呢要根据个人的气质，就比如说有一些中年人戴珍珠特别好看，那戴珍珠好看的这些人，往往他是有一种润的那种气质在里面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不能干巴瘦，干巴瘦戴珍珠肯定不好看。你需要有一点点这样子圆润的这种感觉，然后配上珍珠，就会显得出来那种温润感，就是又温柔又水灵又润那种感觉哈。那有一些人呢，他比如说他戴翡翠特别好看，那这种人呢，往往他身体内部，就他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脑袋里面会具有一些传统的气质。无论你是哪一种气质，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把自己放在一个领域里，慢慢日积月累和经过的事情、读过的书、交过的朋友，整个你的人生的阅历组成了你这样子的气质。所以并不是说他买这样的东西好看，我当然一定好看，我照着他的戴，照着他的穿一定好看，并不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人靠衣装马靠鞍，对不对？你的衣服也是可以体现出来你的气质，所以你根据你平时爱穿的衣服，你衣服的这个种类是比较更中式一些呢，还是比较更西式一些，来搭配你的这个配饰。如果你的肤色是暖色肤色的话，比较适合黄金类的这样子的配饰哈，就黄金色的这种配饰。因为我也经常会发现有的老外哈，就是老太太或者是中年人，他们很喜欢晒太阳，他把自己烫的就是很黄哈。这个时候他们再去戴那个银色，因为老外很多人喜欢这种银色的首饰，他们再去戴银色的首饰，其实就跟他的整个的气场不太搭。比如说我自己是暖色肤色，我几乎很少戴银色的首饰。如果我戴银色首饰，我一定穿的是非常素雅的，一身很素雅。关于我们气质拿捏这一块哈，就我不想用拿捏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就是有一点点提着气儿那种感觉哈。我们现在追求一种松弛感哈，但这个气质是慢慢可以养成的。一个是驼背特别显年龄。为什么富贵包哈？咱不说富贵包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你仅仅是弯腰驼背，看手机看多了，看电脑看多了，我们多少都会有一点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起来。比如在外面走路啊，还有平时的坐姿啊，其实这些习惯是很好养成的。你注意观察个几周，就是这几周的时间，有意的去提醒自己，其实慢慢的就会养成习惯。然后第二点就是走路。那我自己呢，有时候也观察自己，就是完全放松下来，比如说饭后啊，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被孩子或者是老公拍到，我就会发现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太注意这一块的，就是特别难看。比如说八字脚啊，比如走路的时候特别的放松啊，看手机啊，这个状态都会就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我们的气质。包括有很多女孩走路的时候，她的膝盖是弯的，真的超毁气质。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问题哈，你可以走路的时候让旁边人帮你拍一下。如果发现自己这样的问题，我就建议大家着重时间点，着重精力，坚持一段时间去改掉这样的坏习惯。上期巴巴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其实说这些也是在提醒自己，督促自己，所以我就想干脆录成视频跟大家一起的分享。那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